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希望你现在的心情是轻松的，也希望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可以一边学中文，一边想象你真的在中国的街上走着，闻到很多好吃的味道，听到人们的声音，看到很多小吃摊，一边走一边想，哇，我今天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呢？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买街边小吃。这个主题很简单，也很有意思。因为在中国，街边小吃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吃的东西，而且用中文买小吃很容易，也很好玩。你不需要很多难的词，你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句子和一点点勇气，你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也可以练习中文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慢慢说，慢慢练，让你在听的时候也像真的在街上走一样。你可以想象，你现在在中国的一条小街上，天气不冷也不热，是一个很舒服的傍晚。街边有灯，有风，也有小吃的香味，有卖烤串的，卖臭豆腐的，卖饺子的，卖煎饼果子的，卖凉皮的，还有卖奶茶的。每一个小吃摊前面都站着几个人，他们在等自己的食物，也在和朋友聊天。你也慢慢走过去，看看每一个摊子，慢慢想，我要吃什么呢？你先看到一个烤串摊，烤串的味道真的很香，空气里都是烤肉的味道。烤串老板很热情，他看见你就对你说，你好，要吃点什么？你有一点紧张，因为你想用中文点餐，但你也怕说错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。你可以说，老板，我要2串鸡肉，1串羊肉。这句话很简单，都是基本词。老板听见了会说，好辣不辣？在中国，小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辣不辣。你如果想吃辣，你可以说要一点辣。如果你不喜欢辣，就说不要辣。老板会点点头，然后开始烤。你听到滋滋滋的声音，烤串在火上慢慢变得金黄色。你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了卖煎饼果子的摊子。煎饼果子在中国很有名，是很多人早上或晚上会吃的小吃。老板正在做一个新的煎饼，他把面糊放在铁板上，用一个刮子推得很圆，然后在上面打一个蛋，你看着都觉得好吃。老板看你在看，就问，要来一个吗？你可以说，好，我要一个，不要太辣。老板会问，要不要加火腿，要不要加香菜？你可以说，要火腿，不要香菜。小吃的对话通常都很简单，就是要不要和加不加。你会感觉很轻松，也会觉得中文真的可以用在生活里。你继续走，看到了一个卖凉皮的小摊。凉皮是凉的食物，有点酸，有点辣，很清爽。你看见一个小哥在那吃得很开心，你也想试一下。你走过去说，老板，我要一份凉皮。老板会问，要不要黄瓜？要不要花生？要不要辣？你都可以慢慢回答。你如果喜欢多一点味道，你可以说都要少辣。你如果想吃清爽一点，就说不要辣。老板很快就做好了一份，他把凉皮、黄瓜、花生放在碗里，加上调料，然后递给你。你吃一口，觉得好吃到想笑。你心里想，哇，
这么简单的中文，我也可以点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走着走着，你看到远处有一个臭豆腐摊。臭豆腐的味道你可能不太习惯，但很多人说它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你在远一点的地方就闻到味道了。你走过去的时候，老板正在炸臭豆腐，一块一块金黄色的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很开心。来来来，臭豆腐好吃。你有点想试，但又有点害怕。你想一想，然后说：老板，我要一份小的。老板听见你说中文会很高兴，他会说：要辣吗？我们家的辣很好吃。你笑一下，说：一点点辣。他会放上一点辣，也会给你一点酱。你吃一块，觉得味道特别特别不一样，有一点奇怪，但是又很好吃。你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变成一个在中国街头的小吃探险家。你继续往前走，买到了糖葫芦。糖葫芦很简单，就是山楂外面有一层甜甜的糖。你可以跟老板说：我要一个大的。老板会对你笑笑，然后递给你一个亮亮的糖葫芦。你走在路上吃，感觉像回到小时候一样。你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也在吃，好像大家都因为这个甜味而变得更开心一点。走着走着，你觉得有点渴了。你看到有一家奶茶小车。奶茶在中国非常非常常见，很多年轻人一天不喝奶茶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你走过去说：你好，我要一杯奶茶。老板会问：要多糖、半糖、少糖还是无糖？你想健康一点，就说少糖。老板又问：要冰的吗？你觉得现在有点凉，就说不要冰，去冰。老板点点头，开始做奶茶。你看着珍珠在锅里跳，看着茶被倒进杯子里，听到封口机啪的一声。老板把奶茶递给你，你说谢谢。他会说不客气。你继续一边喝奶茶一边看街上的人，有人在买烤玉米，有人在买烤冷面，有人在买铁板鱿鱼，有人在吃热干面。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平常，但每个人都在享受一个很简单、很温暖的时刻，那就是吃东西。你也在这个时刻里感觉到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一点，温柔一点，也简单一点。你发现，其实在街边买东西不只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感觉自己在一个新地方生活，真的融进去。你也发现，用简单的中文跟老板说话，其实一点也不难，因为大家都很友好，而且他们听见你说中文，也会觉得很高兴。你继续走，看见一个阿姨在卖饺子。饺子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食物，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，到处都有。你走过去说：阿姨，我要一份饺子。阿姨问：要猪肉的、鸡肉的还是素的？你说猪肉的。阿姨问：要不要醋？要不要辣油？你可以说要一点醋，不要辣油。饺子很快就上来了，热气从碗里飘出来，你吃一口，觉得温暖又舒服。阿姨看着你吃，还会问：好吃吗？你点点头说：很好吃。阿姨会笑得很开心。吃完饺子，你继续走，看到一个卖红薯的小摊。冬天的时候，烤红薯特别特别香，而且很温暖。你走过去说：
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老板会回答5块一个。你说，给我一个。老板会从炉子里拿出一个热热的红薯给你，你拿在手里特别暖，你咬一口觉得甜甜的，也觉得很有家的味道。街边的小吃就是这样让人觉得简单又幸福。你继续慢慢走着，看到了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小车。鸡蛋灌饼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软的，有鸡蛋，有青菜，有肉，有酱。你走过去点了一份，说不要太辣。老板问要不要加香菜，你说不要。老板很快给你做好，你咬一口说不出话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你慢慢吃着，慢慢走，觉得晚上的风也很舒服。走着走着，你看到一家卖炒面的，你有一点饱了，但你还是想看看老板在大火上炒面，动作很快，锅里的面条跳来跳去，有人在等着，有人在聊天。你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老板问你，来一份吗？你笑笑说，今天不吃了，下次来。老板说，好，下次见。你继续走，看到一个卖水果的小车，水果摊的灯很亮，草莓、葡萄、橙子都很好看。你买了一小盒草莓，跟老板说要甜一点的，老板帮你挑好的，递给你。你说谢谢，老板说不客气，慢走。你继续往前走，街上的灯慢慢变少了，但你心里很暖。你今天吃了很多，也学了很多中文。你发现原来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中文和生活放在一起。你用简单的句子就可以买食物，你用简单的词就可以跟老板聊天，你用简单的表达就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晚上变得很特别。你也发现其实中国人都很愿意帮助你，他们会听你说，他们会笑，他们会说，哎，你中文不错啊。你慢慢走到街的尽头，风也变小了，街边的灯慢慢变暗。你觉得有点累，但这种累是温暖的，是开心的。你心里想，今天真的很不错。你也知道，将来你真的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你一定能用中文点小吃，你一定可以和老板做小小的对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，也会觉得很自由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谢谢你听到这里，也谢谢你陪我一起走过这一条想象中的中国小吃街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可以让你的心轻松一点，也让你觉得学中文其实很简单，也很好玩。我们下次再见。